回归豪门的第一天，全家竟都听到了系统正在给你派发任务。宿主，接下来你会被亲生父母接回家，做几个小时的真少爷，然后会被假少爷算计，让穆家认为你是灾星，并且在1年后你会被赶出穆家，最后惨死街头。听完后面的剧情，你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搞什么？难道我穿越过来是找灭送死的呀？可你没注意到，一旁的木山已经浑身发抖，差点跌坐在地。什么？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儿子，1年后就要死了，还是被杨子算计的？不行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让杨子滚出穆家。你看着木山狰狞的表情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你以为他是在想回去之后怎么折磨你，吓得你连忙说道：“那个什么，你们就当没有找到过我，今天也没有见过我。你们要是真觉得对我有亏欠，那就给我一笔钱，我也不多要，3000万就行了。”说完，你又呼唤系统：“二狗，有没有办法让我摆脱穆家？”系统却一脸为难：“少爷，别做梦了，你必须回到穆家走完这本书的剧情，咱们才能拿到奖励，回到原来的世界，否则就只能被困在这本书里了。”我又不傻，明知道回去要被那个假少爷各种栽赃嫁祸，我还回穆家干嘛？要不你把我送回原来的世界，要不你就直接灭了我，反正我不回穆家。苏毅也听到了你和系统之间的对话，连忙说道：“儿子，钱我们会给你的，但是你也要和我们回家啊！你放心，回到家谁敢对你不好，我就让他在这个世界消失。看样子儿子还不知道我们能听到他的心声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免得他知道了就没有心里话了。不管自己的儿子是从外面来的，还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他都是自己的亲儿子。当年我没有保护好他，这是我的错。以后如果还让他受委屈，那自己和老头子就真该死了。”可你却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，依然坚持道：“老穆啊，你也别太顽固了，你就当我死了行不行？”木山一脸迷茫的看着自己的亲儿子不叫自己爸爸，叫我老穆。不过也对，我都没有养育过他，都是我的错啊！看来以后要想尽办法弥补他。就在这时，从孤儿院里走出来一个女人。当看到穆家夫妻时，她满脸疑惑的说道：“穆叔叔、穆阿姨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”木山和苏怡扭头看去，好一会儿才认出来，竟然是冯家的小女儿冯宝宝。宝宝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木山则一脸骄傲，大大方方的介绍道：“我们俩过来是接我们的亲生儿子回家的。”而你也对冯宝宝饶有兴趣。二狗，给我查查冯宝宝的八卦，他怎么从孤儿院里出来了？这个老穆和他媳妇也真是的，我还没答应呢，他们胡乱介绍什么呀？听到你的心声，木山夫妻俩嘴角直抽抽。不愧是亲儿子，对父母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。而冯宝宝也是皱起眉头看着你。这个家伙刚才嘴巴好像没动啊，那自己听到的是什么？冯宝宝又看向了穆家夫妻俩，发现他们也在看自己，眼神里都是探究。一时间，3个人都愣住了，他们3个竟都能听见你的心声。见状，冯宝宝急了：“穆阿姨，刚才他……”然而关于后面他想描述能听到你心声的话，竟然全都被闭麦了，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说出来。见状，素怡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原来只是能听见，但是不能说出来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宝宝啊，阿言的确是我们的亲生儿子，我们已经做过鉴定了。冯宝宝却一脸好奇，所以说你们也能听见？毕消音后面的话又没有说出来。穆家2口子默契的点了点头，你则站在一旁没搭理他们，双手抱肩抬头看天。少爷，刚查出来，这个冯宝宝之所以来孤儿院，是因为1个月之前他捡了一个小婴儿，怎么都找不到小家伙的亲生父母，这才送来孤儿院的。你撇了撇嘴，这也不算什么瓜呀。这么看来，这个叫冯宝宝的还挺有爱心的。系统明显一笑：“少爷，这个瓜大呀！这个婴儿其实是冯宝宝的侄子，也就是他堂嫂刚刚生了儿子，却被他堂哥救助的贫困女大学生给调包了。再过1个星期，冯宝宝就会发现真相，好心的把孩子还回去，揭穿贫困女学生的真面目。”你单手托腮，眉头缓缓皱起。原来是这样的瓜。据我多年传授的经验来看，冯宝宝如此好心，恐怕不会善终吧？少爷英明。系统笑道：“就在1个月黑风高夜，他被那个贫困女大学生下毒，又被10几个小混混那啥了，最终含恨而终。”你微微点头，这就对了。我看那个冯宝宝也没什么脑子，没事总是母亲泛滥。闻言，冯宝宝呆愣地站在原地，脑子里都是你与系统的对话。什么？我帮堂哥找回了亲儿子，结果却被他们以这么残忍的手段害死了。穆家夫妇俩面面相觑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冯宝宝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此时你也吃瓜结束，回头一看，发现他们还在。那个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给不给钱都无所谓，反正我不回去。实在是懒得搭理他们，一家子短命的。那假少爷把我弄死之后，穆家所有人也会一个接着一个的领盒饭，非要养他干嘛？活着不好吗？闻言，木山心里咯噔一下，以后全家人都会接连被那个杨子害死，这怎么可能？苏怡的手心里也已经都是冷汗。杨子竟然会害了全家人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可是一直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呀！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同样在吃瓜的冯宝宝，此时也顾不上这些了，毕竟他现在更关心自己的命运。穆叔叔、穆阿姨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
我要先去调查一下，说不定这个家伙心里说的都不对呢。二狗冷笑一声，少爷，粉宝宝要去调查真相了。不过他这脑子真不好用。其实自从他捡到那个孩子开始，他堂哥已经派人跟踪他了。可能真相还没等调查出来，他就嘎了。闻言已经准备离开的冯宝宝瞬间定住了身形，他装作不经意的环顾四周，还真的发现了几个可疑人员。该死，真被他说中了。见状，冯宝宝改了主意，看向穆家夫妻，说道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能不能顺路送我一下？”穆山自然知道原因，也没有多问，一口答应了下来，然后走到你身边。阿言，你如果还是不相信爸爸妈妈的决心，那这样吧，你现在跟我们回去一趟，我给你1个亿。要是你觉得家里和你想的不一样，你再离开，到时候我再给你1个亿，你看怎么样？没问题。你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下来。二狗却懵了。少爷，你不是说就算灭了你，你都不回去的吗？你无奈叹息了一声。我也不想啊，可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二狗一脸黑线。财迷就财迷，狡辩什么？恐怕刚才你一直拒绝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刻的吧？闻言，穆山却开心了。喜欢钱可太好了，自己有花不完的钱，不给儿子花给谁花？只要儿子肯回去，要多少钱都行。刚坐上车，冯宝宝就接到了自己大哥的电话，语气十分急切。宝宝，堂哥为什么要调查你？冯宝宝一愣。大哥，你都发现了？冯景和声音冰冷。想动我妹妹，快找死！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冯宝宝心里暖暖的。大哥，咱们见面再说，你先来穆家别墅接我吧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情况有点复杂。挂掉电话，冯宝宝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。这都半天了，那个系统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我要去调查他都知道，那自己刚才和大哥说的话，他应该也知道的吧？你余光扫到冯宝宝的眼神，皱眉问道：“二狗，冯宝宝一直盯着我干嘛？”系统犹豫了，他发现事情好像有些不对。少爷，他可能听到了。此时你正被亲生父母带回了家，刚到家，母亲苏怡就招呼着2个小女儿过来。沐浴露、沐浴液，快来，这是你们的亲哥哥阿言，快叫大哥。你看向客厅，发现沙发上坐着一对姐妹花。沐浴露和沐浴液不情不愿地走过来看了你一眼，眼里满是嫌弃。这是哪里来的土包子，一身的地摊货。穆山见状，面色威严了起来。放肆！怎么和你哥哥说话呢？快叫大哥！两女无奈，只能低头不愿地喊了一声大哥。不过低头的瞬间，两人默契地翻了翻白眼。爸爸也真是的，找到就找到了，还带回家干什么呀？这人一看就是个穷鬼，说不定手脚还不干净。如果让其他家族的知道，穆家肯定得被笑掉大牙了。你表面不介意，心里却冲着系统说道：“二狗，第一次见面，我这2个妹妹好像看我不怎么顺眼。”系统笑道：“少爷自信点，把好像去掉，他们就是看你不顺眼，而且他们俩还是真眼瞎。”沐浴露和沐浴液一愣，齐刷刷地看向你。他在和谁说话？明明嘴巴没动啊，可我刚刚就是听到他的声音了。不明所以的两姐妹急忙扭头看向了爸妈。穆山微微摇头，示意他们俩不要声张。苏怡则笑着解释道：“阿言呀，他们俩就是太高兴了，我们找了你这么多年，他们还以为找不到了呢。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让厨房去准备饭菜，今天总算能吃顿团圆饭了。”你点点头，一边走向沙发，一边继续问着系统：“真是奇怪了，按理说我一回来不是应该被忽视个彻底，还要当所有人的狗腿子，才能换来他们看我一眼吗？怎么现在感觉好像还不错？”系统也有些疑惑。少爷，我想这可能是跟您前面的态度有关吧。如果你之前要是主动回来，他们的态度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了。苏怡则趁机把2个女儿还有家里的管家、保姆叫到了一起，训话的内容简明扼要。以后在这个家，谁敢给阿言脸色看，那就马上滚蛋，听明白了吗？说完，他还特意看了眼自己的2个女儿。沐浴露和沐浴液此时也明白了，他们好像能听到你的心声，而且爸爸妈妈也都能听到。这个找回来的哥哥有点不一样。想到母亲的话，两女瞬间变得异常乖巧，端了果盘走到你身边。大哥，你尝尝，这是咱家果园摘回来的，可甜了呢。穆山则哪里也没去，坐在一旁盯着你。他想听听关于2个女儿的八卦，可坐了半天也听不到你的心声，于是主动问道：“玉露、玉叶，你们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不是说今天周末要出去逛街吗？”沐浴露无奈说道：“爸，我们本来是打算去逛街的，但是我的好闺蜜戴柔突然生病了，我一会儿要去医院探望她。”闻言，穆山急忙问道：“柔柔病了？什么病？严不严重啊？”戴柔，穆山是认识的，因为这个女孩之前救过沐浴露，所以穆山对她印象很好。此时沐浴露刚要开口说话，你的心声就飘到了穆山的耳中。戴柔会生病，真是笑死个人。她那是怀孕了，看老穆那个样子，她应该也被骗了。难怪那双胞胎姐妹会是睁眼瞎，这不就是遗传老穆吗？沐浴露刚张开的嘴逐渐变大，转头震惊地看着你。什么？柔柔怀孕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穷学生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她怎么会怀孕呢？可穆山却只听到了自己被骗的那句话，瞬间大怒。沐浴露，你说实话，戴柔到底怎么了？沐浴露被吓了一个哆嗦。爸爸，我说的是实话呀。而你虽然表面上什么都没说，可这心声就没停下来。
这老穆发火的样子真帅啊，这点随我。木山闻言，刚升腾起来的怒瞬间消散，满脸黑线的看着你。好好好，你个臭小子，我是你爹，是你随我才对。不过听到儿子夸自己帅，木山心里头还是一阵得意。你吃完香蕉吃草莓，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。听着二狗子继续给你聊八卦，双胞胎姐妹挺着身板，想听得仔细些，又怕被你发现，赶紧装作在玩手机。木山也竖起了耳朵，一副吃瓜的样子。少爷，这个瓜有点大了，就是这双胞胎姐妹现在正在共用一个男朋友。你胡说八道！沐浴露听到系统的话，气得瞬间站了起来。沐浴液也跟着站了起来，一脸愤怒的看着你。你吓了一跳，扭头看向他们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俩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？我可没说话呀。闻言，沐浴液气得直跺脚。刚才你说，可不管他怎么说，关于你新生的部分全部都被闭麦了，根本说不出来。沐浴露还以为是二妹故意的，她抢着说道：“你倒是说呀，刚才你……”然而她也不例外，关于你新生的部分通通被消了音。两姐妹大眼看小眼，最后齐刷刷的看向了父亲。木山则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，他和老婆已经经历过。你却一脸好奇的看向了木山。老穆啊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是他们俩让我吃水果的，这是嫌我吃的多了。怪不得二狗说穆家很快就要完蛋了，连这么点水果都供应不了。沐浴露和沐浴液彻底傻了，惊讶的张大了嘴巴。他说什么？穆家要完蛋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同时看向了父亲，结果却发现自己的父亲哭丧着脸，默默点了点头。木山叹息一声道：“阿言呀，你别多想，他们俩就是总盯着手机看，时间长了，这脑子不大正常。”说完，他扭头看向两个小女儿，一脸不悦道：“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你们大哥道歉！还有，今天你们大哥回来了，你们谁都不许出门。”然而木山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两姐妹早就没有了出门的心思，她们也想围在你身边，听听那个戴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另外，她们更想知道，凭什么你说她们俩共用一个男朋友？于是两姐妹齐齐向你道歉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们刚才脑子糊涂了。你点了点头，哦了一声，便不再说话，然后继续问着系统。二狗，你继续展开说说那个戴柔怎么回事。系统一副得意的表情道：“少爷，你这两个妹妹的脑子确实不太好使，尤其是那个大的。今天戴柔刚打掉了孩子，如果沐浴露真的去医院探望她，戴柔会为了名声诬陷，使沐浴露流产，还会找来一群狗仔，准备送沐浴露上热搜呢。”此时，沐浴露被惊得脑子嗡嗡作响。这怎么可能？系统继续道。然而，就在沐浴露绝望的时候，她的男朋友，也就是沐浴液的男朋友吴达浪会冒出来。他说可以花钱摆平，但是需要5000万，还会威胁沐浴露不能和家里人说。沐浴露没办法，只能从木山的公司偷偷转走5000万给那个小畜生。可最后，那个吴达浪却带着沐浴露去了缅北，结局就不用我给您说了吧。这次沐浴露彻底惊呆了。吴达浪，他真的和妹妹沐浴液搞在一起了，还把我卖到了缅北。你唏嘘道。吴大浪怎么听着跟武大郎一样？还别说，这凤凰男有2下子嘛，把人家双胞胎全都搞定了。让我猜猜啊，他该不会是和那个什么柔柔是一伙的吧？少爷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不过他们也是受人指使的。回归豪门的第一天，全家竟都听到了系统正在给你派发任务。宿主，接下来你会被亲生父母接回家，做几个小时的真少爷，然后会被假少爷算计，让穆家认为你是灾星，并且在1年后你会被赶出穆家，最后惨死街头。听完后面的剧情，你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搞什么？难道我穿越过来是找别送死的呀？此时的系统一脸严肃。少爷，我刚才已经查过了，根本没有什么世外高人，就是他们突然间长脑子了，在去的路上就谋划好了这一切。你一脸震惊。这也行啊？那脑子说长就长了呀。还真的是这样，他们俩突然就不傻了，连演技都上升了呢。你关掉手机，整个人靠在了沙发上，开始闭目。不对，这里面绝对有猫腻，不然的话，剧情怎么会差了10万8千里？这时，母亲苏怡走了过来，她捂着嘴巴，不敢笑出声来，心里想着：傻孩子，那个世外高人就是你啊！如果不是听到了你的心声，咱们全家现在都遭殃了呀！系统继续道：少爷，我刚才又查了一遍，确实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，要不我们再等等看吧。不过穆家的第一场灾难就算躲过去了，那贾少爷近期也不会栽赃陷害你了。可我怎么看你还是不开心呢？叹息一声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？那家伙用5000万买了一个岛，我还是他们的亲儿子呢。回来好几个小时了，也没见谁给我几个小目标，让我也去买个岛玩玩。所以我和你说不正常的，他们脑子长得快，没的肯定也快。一会儿那家伙回来就知道了，肯定还是全都向着他的。闻言，苏怡心里咯噔一下。什么？穆百川花5000万买了个岛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谁允许他买的？穆家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我和老穆虽然很宠爱百川，几乎要什么给什么，但也没有奢侈到这种程度啊！一会儿他回来了，我一定要好好问问他。就在这时，穆百川和一个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当穆百川看见你时，眼中闪烁着得意的光芒。尽管只有一瞬，可还是被你捕捉到了。
他走到苏一身边，语气担心道：“妈妈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他就是个不祥之人，一身的晦气。”身边的女人也用余光扫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你。妈妈，你为什么把他带回来了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就算真的是他，也不能直接把人带回家里来呀。哎呀，又一个被假货洗脑的蠢货。二狗，他是哪个呀？有什么八卦吗？系统连忙道：“少爷，他是穆家的老三，穆唐纯，现在是一名滑雪教练。关于他的八卦吗？等我查一下。”你扫了一眼穆唐纯，声音冷冷道：“哪来的睁眼瞎？一进门就满嘴喷粪。”闻言，穆唐纯整个人都愣住。你个灾星，竟然敢骂我！他张着嘴正要反击，却又听到了你的声音。按说老苏长得不错，老穆也还可以，怎么会生出来这么一堆没脑子的东西？你们有没有做过亲子鉴定啊？我建议还是抽空做一做吧，说不定这几个蠢货都不是亲生的。穆唐纯先是一愣，明明没看到他的嘴巴动啊，但这个声音却无比真实。可想到被你骂得这么难听，他瞬间被气到炸飞。阿言，你个臭小子！同样，关于你新生的部分，那是一个标点符号都说不出来。穆唐纯却顾不得这些，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辱骂过。眼看他就要冲过去给你来一顿姐姐的血脉压制时，苏怡一把拉住他，怒吼道：“穆唐纯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？阿言才回来，你身为他的亲姐姐，居然这么说他！你现在马上给阿言道歉，马上！”穆唐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亲弟弟？我的弟弟只有百川一个，我才不会认他那样的东西做弟弟。苏怡被气得半死。穆唐纯，你的教养呢？我和你爸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阿言是我和你爸的亲儿子，也就是你的亲弟弟。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给阿言道歉。如果不是听到了自己亲儿子阿言的心声，穆家上下现在恐怕都要吃席了。这个三女儿脑子也丢了吗？穆唐纯却扭过头，语气坚定：“我不，凭什么让我道歉？他一个灾星会让咱们家破人亡的。百川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骂他怎么了？他活该！”苏怡气得抬手就要去打，关键时刻，穆百川站了出来，只见他双手张开，护住了身后的穆唐纯。妈妈，你不要打三姐姐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哥哥刚刚回来就对三姐姐不尊敬，这也不是好教养啊。三姐姐只是为了他好才会那样说的，换作是别人，三姐姐才懒得管他。他说着说着，声音都哽咽了，眼泪也已经在眼睛里打转。如果苏怡再坚持，他就会哭出来，这是他惯用的招数。哼，每次这样，三姐姐都会心疼我。虽然穆家的亲儿子被带回来，可那又怎样？穆唐纯被穆百川护着，心里更加感动了。再看一眼沙发上的你，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妈妈，你看看百川多懂事多贴心，你再看看那个家伙，他在搞什么啊？他才刚回来，咱们家就倒霉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他就是个灾星。苏怡勃然大怒：“你闭嘴！阿言才不是灾星！”见状，穆百川委屈巴巴的掉了眼泪。妈妈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没用。闻言，穆唐纯心疼的安慰穆百川道：“百川，你有什么错？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，错的都是那个家伙。他可真是个不要脸的灾星，家里已经因为他发生家庭大战了，他竟然还在那装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一定不会让他待在穆家的，必须要把他赶出去。”你做了好几个深呼吸，才忍住暴怒的冲动，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。这个老三还真是个脑残，被穆百川当成枪使了，还挺得意，就为在这喷粪，还不如路边的流浪狗呢。穆唐纯又被骂了，这次他彻底忍不住了，气呼呼的走了过来。阿言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你凭什么？有本事你说出来啊！穆唐纯快气死了，可一句带心声的话都说不出来，你却以为他犯病了，说什么话都只说一半，心中叹息一声：“哼，你不配跟我讲话，我是人，你只不过是只流浪狗而已，物种不同，沟通本来就有障碍的好吧？”穆唐纯疯了，扯着嗓子大叫着，他刚想动手打你，可看到身边母亲凌厉的眼神，他又怂了。这种有气没处撒的感觉让他崩溃。穆百川看出来了三姐的为难，他急忙走过去，委屈巴巴的看着你：“哥哥，你给姐姐道个歉吧，姐姐真的被你气到了，你也不要再闹了，家里如今摊上了大事。姐姐本来就很伤心难过了。”你则麻利的躲到了1米之外的沙发上，做了个要吐的姿势。我的妈，这家伙身上怎么有股骚味啊？我闻着就想吐。穆百川见状，瞬间就变了脸色。哥哥，你这是在嫌弃我吗？你捂着胸口点了点头。宝贝儿，自信点，我就是很嫌弃你。穆百川没想到你就这么直接承认了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不是应该装一装的吗？这让我怎么反击啊？从来没有遇到过高手，这是高手啊！一旁的穆唐纯看到穆百川受了委屈，又听到了你的心声，他的火气彻底爆发了。阿言，我让你装，你自己看看，你都干了什么好事儿？说着，他拿出手机，打开了刚才看到的新闻页面，送到了你面前。你自己看看，现在的新闻铺天盖地都是穆家双胞胎女儿的负面新闻。沐浴露流产让闺蜜背锅，沐浴液抢了亲姐姐的男朋友。如果不是你这个灾星回来了，家里怎么会这样？你只是扫了一眼，然后跟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。你刷新一下看看呢？你这二傻子不认字吗？穆百川被你的态度彻底惊呆了。一个流落在外多年的穷酸货，现在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他竟然还敢不承认。三姐姐，你别生气，也别怪哥哥了，我猜他也不想了，还是等爸爸回来再说吧。穆唐纯都气笑了。
百川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他太没教养了，我今天必须好好教导教导他。你说我没刷新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刷新给你看，我看到时候你……瞬间，穆唐纯的话音戛然而止，他盯着手机的眼睛瞪得老大。怎么会这样？穿真少爷的第一天，全家竟都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我吐槽家里的保姆暗恋老爸，竟然将那种东西放到身体里，还把遥控器藏到了爸爸的鞋底。老妈一气之下就把保姆开了。我吐槽大姐的闺蜜在 A 股做空塔，大姐直接全线撤离科技，顺便打了未婚夫的腰子。原本直冲贾少爷的家人们都开始争着抢着对我好，贾少爷到死都没想明白，他没变，可为什么大家却越来越厌恶他？此时，老三穆唐纯的眼睛死死盯着手机屏幕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不停的划着。我刚刚看到的明明都是关于穆家惨状的新闻，可怎么刷新之后一切都变了啊？虽然穆家依然霸占了各大网站的热搜榜，可内容却完全换了个风向。穆家立了大功，帮助警察抓到了特大犯罪团伙。穆氏双胞胎姐妹被塑料闺蜜耍得团团转，险些被卖到缅北。穆家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已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儿子，并且这次的危机就是穆家的福星阿言化解的，还要举办盛大的认亲会。穆唐纯越看脸色越难看，感觉自己的天都塌了。不对劲，百川做过调查的呀，各种事实摆在眼前，阿言就是个灾星，可爸爸怎么会说他是个福星呢？双胞胎妹妹明明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反杀的，这怎么也和阿言有关系了？一旁的穆百川看到穆唐纯难看的脸，心里又得意了几分。三姐一定是看到网上的那些负面消息气的，阿言就应该是个灾星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团宠。想到这里，他还装模作样的安慰起穆唐纯来。三姐姐，你别太生气了，哥哥他刚回家，家里就出了这样的事情。等哥哥知道了真相，他一定会给你道歉的。可穆唐纯却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，默默把手机递到了他的面前。百川，你看看你的手机消息变了吗？穆百川轻蔑地翻了个白眼，一边拿出自己的手机，一边扫了一眼穆唐纯的手机页面，不咸不淡地说：“姐姐，咱们的都是一样的。不会。”但当他看到手机中的信息时，不会错这4个字，他却怎么也没办法说出口。他本就不大的三角眼瞬间瞪得溜圆，嘴巴也张得老大。这是什么新闻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急忙点开自己的手机，使劲地刷新各种页面，然后就和穆唐纯同款表情了。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！刚才在车里的时候，我明明看过了，大家都在说穆家的2个小女儿完蛋了，穆家遭殃了，穆家摊上大事了。可现在怎么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？你冷笑道：“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穆家没遭殃，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啊。”穆百川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连忙反驳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……”穆百川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，你嘲讽一笑：“别一口一个哥哥的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白莲花弟弟。”你靠在沙发上，无奈叹了口气：“看起来这家伙的演技也不怎么样嘛。这还没说什么，就要吓得暴露了。不过看老苏和老三的样子，肯定是不在意的。反正原剧情里假货说什么都对，全家都被他牵着鼻子走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脑子全没了。”穆唐纯本来还想替穆百川推脱，可听到你的心声后，他却说不出话来。脑子似乎清醒了一丢丢的他，此时也意识到了穆百川的不对劲儿。穆家没有出事，他不是应该高兴吗？可刚才他怎么还有些不甘心的样子？想不通的穆唐纯看向了自己的母亲，苏怡阴沉着脸走过来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老三，给你弟弟道歉。我说过，阿言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谁敢再诬陷他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说完，他还扭头看了眼穆百川，失望地摇了摇头。自己亲手带大的这个儿子，似乎并不简单啊。你面无表情地靠在沙发上，可内心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这什么情况？老苏竟然向着我说话了，他不是应该相信穆百川的吗？不对劲，这太不对劲了呀！苏怡闻声叹气，内心越发的愧疚。原来自己就是这样的母亲吗？偏心养子，对亲生儿子视而不见，处处看他不顺眼，还导致他最终惨死街头。不过还好，如今自己醒悟了，以后一定要加倍补偿这个亲儿子。穆唐纯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。阿言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错了。你挥了挥手，一脸的不在乎。我无所谓的，你开心就好。心里却冷笑一声，未必道歉，心里肯定怨气冲天，觉得我不配他的道歉吧。不过小爷是真的无所谓，反正下一次假货冤枉我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和那家伙一伙的。到时候我就能和他们彻底断绝关系，带上小钱钱远走高飞了，完美。穆唐纯没想到你心里竟然是这么想的。自己都道歉了，他怎么还嫌弃上了？原来他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让爸妈给他钱，把他打发走算了。苏怡心里却更难过了。看来阿言对自己一家太失望了。不过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再离开穆家了。他是自己的亲儿子，穆家的一切都应该是他的。他余光瞟了一眼，发现穆百川还在奋力翻腾着手机，心里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。穆百川，你还在找什么呢？穆家没事，你就这么不开心吗？闻言，穆百川赶忙收起手机，委屈巴巴的解释：“妈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没有不高兴，我是在看妹妹们怎么反击坏人呢，我替他们骄傲啊。”苏怡冷着脸，之前无论他说什么，自己都会毫不犹豫的相信，但以后不会了。他指着穆百川说道：“刚才你诬陷你哥，
现在你去给你哥哥道歉。穆百川大吃一惊，他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妈妈，你说什么？你让我去给他道歉？穆百川故意把他字说得很重，仿佛在提醒苏怡是不是说错话了。苏怡强忍着怒意又说了一遍。没错，我说让你去给他道歉，马上。穆百川又是一惊，苏怡这个老女人竟然敢吼我，还让我给那个灾星道歉。之前还口口声声说什么，就算我不是亲生的，却胜似亲生的，果然都是骗我的。阿言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可不管他怎么不甘心，还是忍了。他现在还必须要听苏怡的话。哥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吧。你刚回来家里就出了大事，这真的是太巧合了。我不应该说你是灾星，我只是太担心家里了。穆百川阴阳怪气的，傻子都听得出来他心里不服气，你却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放狗屁！不想道歉就别道啊！你这种白莲花的语气真恶心人，还太担心家里了。你担心个锤子，鬼知道这是不是你设计好的？遇到事情就会动嘴皮子，真那么担心的话，为什么不给双胞胎或者木山打电话？穆唐纯本来想上前替穆百川打抱不平，可听到你的心声，他怔住了。对啊，这小子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。刚才回来的路上，穆百川打开手机说家里出事了，我看了一眼新闻，就要给爸爸和妹妹们打电话。然而百川却一直说不要打，说那边肯定很慌乱，打个电话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之后穆百川就不断的引导我往阿言就是灾星这方面去想。穆百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而且我好像真的吃穆百川这一套，难道我真的没有脑子吗？苏怡全程都盯着穆百川，此时听到了你的心声，他心里的火气更大了。要是现在质问穆百川，他一定又要委屈巴巴的掉眼泪，想想都烦死了。于是苏怡扭头看向了穆唐纯。当时你知道家里出事后，有没有给你爸他们3个打电话？穆唐纯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的说道：妈妈，我没有。苏怡的声音更冷了。为什么没有？你不是很着急吗？穆唐纯看了一眼穆百川，可对方却低下了头，像没看到他似的。妈妈，当时我就是太着急了，所以才……刚才还不确定的穆唐纯，现在彻底确定了。看来还真是自己没脑子，竟然信了穆百川的鬼话。明明是他带偏了自己，现在却在装死。苏怡更加愤怒了。穆唐纯，我怎么就生出来你这个笨蛋，遇到事情一点自己的判断力都没有。穆唐纯哭了，他心里委屈。妈妈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，我不一直都是她的骄傲吗？一旁装死的穆百川低着头，眼里无悲无喜，可内心却是翻江倒海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言几句话而已，就让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地位被撼动了，而这才只是开始。如果长此以往，那我不是完了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于是他顶着苏怡灼热的目光说道：妈妈，你不要怪三姐姐了，我们俩都没相信事情是真的，就想赶紧先回家看看。你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考虑的不周全。而你此时听着二狗给你说的话，没控制住笑出了声。穆百川转过头，咬牙切齿道：哥哥，你笑什么？你耸了耸肩，你管我呢？反正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心里却不断催促系统道：二狗，你继续，这个大瓜可太有意思了。